的频道。今天的视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 Sephora 打折我买了些什么，还有我推荐什么。里面有护肤品跟彩妆品，今天的这个妆容用到的所有产品待会儿都会说到哦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就接着往下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说一下这两个已经到了的包裹。第一个包裹是我打折前就已经下单的3个 The Ordinary 家的产品。因为他家的产品价格十分可爱，所以他们是每次打折都不参加的。比如说这2个美白的精华，他们都是5块多刀，折合人民币就是20-30块钱。比较推荐的是这个10%的烟酰胺的这个精华，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，涂开之后呢冰冰凉凉的，没有任何的存在感。如果你夏天想找一个美白的精华，然后大面积的涂脖子或者身体的话，那我会非常推荐这一款 The Ordinary 的10%烟酰胺精华。23%的维 C 乳霜我是挺不推荐的，因为它的肤感很不好，在皮肤上的存在感很强，反正越涂就是越沙沙的感觉，那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。但是我买了它还是会把它用完了，用在手肘或者是膝盖这些地方。还有一个是玫瑰果油，它主打的是补水、均匀肤色、提亮肤色和修复紫外线受损的皮肤，我会继续使用它的。接下来呢是我回购的一个 La Mer 精粹水，它是我最爱用的精粹水之一，每次打折或者是路过免税店的话一定会买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精粹水是他家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产品了，因为它大部分都是精华，倒出来是这种偏浓稠，但是推开之后就是瞬间吸收，还是他家经典的主打功效，滋养、保湿、镇定肌肤、修护皮肤屏障，还有维稳。另外一个类似的产品是 Fresh 家的红茶酵母精华水，它呢就是倒出来是很水状的，我已经用完了，就可以倒一点点出来。哎呀，天哪！Anyway， 它就是一个水，但是它里面是有大量的透明质酸钠和发酵红茶精华，有anti-pollution 和抗衰老的功效的。我现在就慢慢的更喜欢这种精华水、精粹水，因为我觉得它除了有一个基本的水油平衡的作用的话，还有一些有效的成分在里面，就是精华在里面，就比较有料吧感觉。然后这次我好奇购入了这个 Dr. Jart 微针贴，它主要呢是贴在那种黑色的点点，如果你脸上有痘印或者是什么黑斑啊什么的都可以用它，就像痘痘贴一样的，但是中间有一些微针，是不是听起来很可怕？我昨天晚上帮你们试了一下，它一点不可怕，因为真的不疼。我是一个很怕疼很怕死的人，但是它真的不疼，就好像挠痒痒一样的。它每一个都会是这种单独包装，还挺卫生方便的，推荐给大家。我应该会再去回购，因为我昨天这2个是用在2个痘印上的，今天起来我觉得那个痘印有淡化20%的样子吧，应该不是心理作用，的确有淡化那么一点点。我这个卷发都不太卷了，大家觉得我卷发好看还是直发好看啊？好吧，我想尝试的一个卸妆油，它叫做 Makeup Breakup Cool Cleansing Oil， 它的味道非常的治愈，是那种植萃草木香吧。虽然它是一个卸妆油，但是它不太油，就是挺清爽的一个卸妆油吧。不过呢，我没有说很爱用卸妆油，但是我有一个最爱用的卸妆膏，就是 The Pharmacy。其实是柜姐给我推荐，当时呢还没有什么博主在推荐它，然后买回来之后我就说天哪，这是什么神仙卸妆膏，就是它又好闻，然后颜值又高。哎呀，已经是我用的第4罐了吧，就直接购入了他家新出的那个200毫升的 Value Size， 因为它是我的长期爱用嘛。像 Sephora 打折的时候就很适合去回购一些你的长期爱用，然后直接买最大 size， 然后再打折就很划算。好，接下来呢是这个人 Clean Skincare 的 Stop Being So Sensitive， 这是我上一个视频说要抽奖给大家的，里面有一个洁面精华面膜和我爱用的那个日霜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去上一个视频抽奖哦。然后还回购了一个兰芝的睡眠唇膜，这次买的是葡萄柚的味道，非常的好闻。我觉得如果你有就是唇纹深、嘴唇很干燥开裂的话，我觉得晚上
厚厚的敷一个唇膜，真的是可以很有效的缓解嘴干这个问题。然后换购了一个小小的 Pharmacy 的卸妆膏，然后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换购到的，之后下单就全部都断货了，换不到任何东西。我现在有7、8千的积分都没有花掉，感觉花不掉了啊。然后我还购入了 First Aid Beauty 家的急救面膜，另外我还买了 Origins 和人 Clean Skincare 家的 Rescue Mask。因为过段时间我想出一个面膜的视频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评论或者是弹幕告诉我啊。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一些我爱用的彩妆品。我很喜欢的这个 Sephora 的套刷，它里面一共有10个刷子，然后性价比挺高的，也蛮好用的，我推荐给大家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找更加平价的套刷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看 Morphe 的官网，它有很多超值的套刷。接下来呢，我会推荐2个我最爱用的粉底液，一个是 Armani 的 Power Fabric， 一个是娇兰的新款金钻，它们的颜色是2号色跟00号色，它们2个的遮瑕度都是中度偏高，然后可以叠加。然后 Power Fabric 出来的妆效是那种哑光的雾面的，然后说是它比较适合油性肌肤来用。的确因为我皮肤很干燥嘛，所以用下来还是有一点点干，不过我做好妆前的保湿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这个娇兰金钻呢，它就是一个干皮混干非常友好的粉底液，它的妆效是那种很贵妇的奶油妆效，如果你还没用过的话，又是干皮的话，我非常推荐你去试试它。然后我冬天的时候也用完了一个这个娇兰金钻的气垫，但是我觉得娇兰金钻这个气垫要快快的用完，因为它用到后面有一些氧化的问题。然后这次呢，我也入了一个Armani 的红气垫，它其实跟这个 Power Fabric 是同一个东西了，只是这个方便带出门一点吧。然后还有一个超爱用的是 Fenty Beauty 这个 Amber 的修容棒，我已经基本上用完了，就是全部领出来就剩这么一点，颜色什么的都是完美，很适合亚洲人，颜色不会说偏红啊或者是怎么的，就非常的自然。当当，这是我爱用的一个定妆喷雾，它是出来的效果是那种很 dewy 很水润的感觉。我之前用 Urban Decay 它家的喷雾呢，首先我不喜欢那个味道，其次就是我用完之后会觉得脸有一点紧绷。接下来推荐2个我很爱的主味家的，这一个是修容的，一个浅色一个深色我买的这个是 light to medium， 我会把信息放在下面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腮红，颜色叫做 Adore， 里面的颜色是这种最近非常流行的，就是粉粉的奶奶的那种颜色。今天的眼妆呢是用这个修容盘打的底，加了一些腮红盘里的粉色，然后最后的卧蚕和上面亮亮的呢，用的是 Laura Mercier 的这个高光棒，也是要用完了，然后里面已经断了，所以我要小心的领。对，是这样的一个。OK， 介绍一个我最爱的睫毛夹吧，这个是 Shiseido 家的睫毛夹，已经被我用的很旧了，但是我特别喜欢它，因为它这个夹的地方是比较平的，所以它一次可以把我所有的睫毛夹进去。然后推荐几款口红吧。首先推荐的是 YSL 家的这3个净光唇釉，我买的颜色有610、613跟617，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是610那个乌龙蜜桃，今天嘴唇用的就是它，因为说了很多话，它比较干了一点之后，它就会有种雾雾的感觉。我现在补一点，我觉得610这个颜色特别适合春天夏天，因为它是偏清淡的颜色，然后又挺百搭的，就无论你是浓妆或者是淡妆，用这个颜色感觉都不太会出错。然后这个613呢，它是出来是那种冰糖山楂的颜色。其实它这个系列的唇釉上手都不太好看，因为它出来就是那种稀稀的颜色。617呢，之前超级火，它是带一点紫调的，就是很有气质。然后我再分享一个迪奥的536，它的颜色是这样的，对比一下，看起来很亮这个颜色，但是涂出来显气色，然后比较清淡，很适合春夏我觉得。然后我这个也是全部拧出来就剩这么一点了，所以我是真的很喜欢用它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我爱用的是迪奥家的那个变色唇膏，
也是特别清淡，素颜也可以用。再分享一个比较艳丽的吧 ，YSL 的是21号，它是一个比较华丽的颜色，带一点点蓝调的正红色。如果你需要出席一些正式然后隆重的场合，涂这个颜色的话就非常的有气场。我还说漏了一个兰蔻的大眼精华和他家的 Aqua Gel 防晒。听说呢这个 Aqua Gel 防晒在国内特别火，然后我呢还专门跑去过专柜问，但是他们说这边没有卖，只有亚洲在卖。但是这次打折的时候我看见 Sephora 上面有，然后我就赶紧下单了。因为其实夏天我很喜欢用胶状的防晒，上脸之后很清爽，然后没有存在感嘛。这样的话你夏天的时候就会很爱涂它，然后涂的勤快，就不会晒黑呀。所以我觉得防晒的肤感一定要做得好，才会坚持使用的。兰蔻的这个大眼精华也是我的爱用品回购了，因为白天我想清爽一点嘛，所以就只涂精华就可以了。晚上呢，我现在用的是 AGE 的那个眼霜。其实兰蔻如果你想要买他家其他的产品的话，我建议你去看看他家的官网，因为呢在官网有很多很划算的套装，然后你第一次去他官网的话，他会弹出一个9折的优惠给你，这样你又买套盒，然后又有9折，就很划算呀。好，说到这里，如果你还有预算的话，我会推荐2个电器类的产品给你。第一个呢是 NuFace 的这个可以很好的消水肿，然后提升你的脸部。我每次录视频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我都会先用它来推脸。如果你做功课的时候看见别人的那些对比图，就是一边的脸用完之后很小，另外一边就是很水肿，觉得还是挺真实的，因为我用它就有这个感受。然后最近我在看那个李敏镐的新剧，叫什么 King 什么什么的。其实我发现李敏镐他就是脸部的水肿还是挺明显的，因为我之前初中的时候超级迷他的，所以他的一些周边信息我一般都知道。就是他有一次采访说他是一个很爱水肿的人，如果有重要的拍摄或者是活动的话，他会提前1晚还是提前1天就不喝水。就是我很想推荐这个产品给李敏镐，推一推再上镜，因为它消水肿是真的有效。然后这次呢我又入了他家的这个帮头，用来推眼部还提升嘴巴，就是针对一些细节的地方。如果你用的是他家 mini 的那个推脸的仪器的话呢，我建议你去入他家新出的叫 NuFace Fix 那个推眼睛的笔。好啦，终于到最后一个产品了，就是 Dyson 的吹风机。因为这次 Dyson 也参加活动嘛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换一个风筒的话，真的很值得去入这个，因为它吹头发真的是超级快。我觉得很多女生懒得洗头，不是洗头麻烦，而是吹头发麻烦，所以吹风机真的可以让你不那么懒得洗头发，而且它吹出来的头发是很蓬松很有光泽的。它有一个科技是可以就是感应到你头发上的温度，然后避免温度过高然后伤害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它是一个很聪明很智能的吹风机，而且它很快，真的很快，推荐给大家。最后呢，有一些朋友问我头发是怎么护理的，其实我护理头发超级简单，就一个原则，少折腾你的头发。我的头发是没有烫过也没有染过的，就看起来比较健康嘛。其实我就是洗头加护发素，没有怎么去打理它。不过呢，如果像今天这样子，我要做一个卷发的造型，我一定会用一个就是造型前用来防烫伤、防损伤头发的产品。这些呢，我都是每次买 Sephora 会换购，觉得护发油还是很有必要要用的，可以大大的提升你头发的一个亮度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、多多互动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这也太痛了吧！爱美是有代价的。